大家好，我係零針細職陳，好高興咧見到大家，咁咧都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先啦！享受完呢個新年假期之後咧，好快就到情人節啦。唔知大家咧有冇諗過咧響呢個時候送乜嘢禮物俾你嘅另一半或者你心儀嘅對象呢？咁或者咧今次呢一回嘅影片咧，可能可以幫到你。大家睇到個標題入到嚟咧都知道啦。今集咧我會同大家介紹兩部咧係以白色為主嘅閱讀器，咁咧分別就係呢一個文石所推出嘅限量嘅 Porphyry 白雪版，咁一陣間咧會帶大家開箱啦。呢個係一個成個 package 禮盒咁樣嘅，咁確實咧係適合送禮。咁另一部咧就係讀墨佢前排出嘅10.3寸白色嘅 More-In Pro，咁兩部咧都係以白色做主色啦，所以咧我咧就稱之為咧係白色 combo。大家都可能聽過一句話啦，顏值即正義。響好多人眼中咧，白色嘅電子產品咧所帶嚟嘅吸引力、殺傷力咧係同黑色嘅唔同啲嘅。咁如果你一路咧有留意開咧文石嘅產品都知道咧，文石嘅機都係以深色作主色嘅，特別你睇呢一代都係。今次呢個白雪版咧咁就有啲唔同，咁佢比起之前咧所出現嘅 Nova Air Note X 佢嗰個咧灰白嘅顏色咧又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希望咧可以俾大家咧有一個嘅選擇。好，咁事不宜遲啦，咁先去開箱嘅部分去片。好，大家咧眼前會見到呢一個 Porphyry 白雪版嘅真身呢個盒，我哋會見到呢個封面咧會有好多嗰啲雪花嘅公仔向兩隻角啦，中間都有嗰個雪花嘅標誌。咁其實咧第一眼一睇咧，我覺得似係聖誕限定版嘅。不過咧唔知係咪因為咧係遲推出咗個型號，我見喺 Good E-Reader 啦，或者嚟到香港啦變咗係情人節限定啊。咁樣國外咧都係1月先開始陸續發售，睇落去好聖誕，但係咧唔係聖誕版嚟嘅。咁呢個盒咧以藍色做主色。好，咁封面呢一度咧會見到寫住 Porphyry Special Edition 嘅。咁另外咧就係呢一代咧嗰個口號縮細咗標咗喺呢一度。咁設計到呢個盒咧，好似一本書咁樣，書脊咧繼續係雪花。去到後邊呢一度咧，我諗就大家比較熟悉咧，一路咧文石開箱嘅部分咧都係咁樣，不過咧佢就縮咗喺度。睇一睇啦，呢一度係寫住係 International 嘅，即係呢個咧係國外版嘅。我印象喺國內確實好似唔見有呢一個白雪版咧係售賣。咁要講講今次咧呢一次呢個盒咧，最讓我覺得文石嘅一個新舉措就係咧，佢係揭開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咧，如果你有睇開我一路文石嘅開箱片咧，例如呢一個歷史遺物啊，我嗰部 Look 2嘅嗰個盒我仲未抌啊，竟然全部嗰啲機佢都係咁樣褪出嚟，有一個套加個盒嘅，全部都係。但係今次咧係揭開嘅，一打開已經咧入咗呢個特別版保護套嘅 Porphyry 配件盒，大家唔陌生嘅保修卡、快速說明書。多口講一句，咁樣成個盒攞嚟送人咧，個感覺幾得睇嘅。就係呢4樣嘢啦，成個盒入邊佢跟嘅呢條線咧，叫做白色啦，少少咧係灰白，唔係全純白。保修卡標明咧係白色，另外係文石國際嘅快速說明書咧，之前都講過若干次啦，咁我今次咧都唔特別重複講。嗱，當我第一眼咧見到呢一個 Porphyry 白雪版嘅真身嘅時候咧，好搶眼嘅白色嘅呢一個保護套係幾予人好感嘅，特別係對比咧之前都用咗好多代呢一隻咧係粗麻感覺嘅呢個保護套啊，呢個係 Nova Freecana， 你見到。一比較之下呢個感覺好唔同嘅。呢度有個咧係包住成部機嘅指鋒咧，等我抽出嚟先。呢個腰封好難拆，咁咧我拆得好小心翼翼咧，盡量唔整爛佢。咁咧一抽出咗呢一個嘅腰封之後咧，就會見到保護套正面咧就會有嗰一代文石嘅閱讀器嘅口號，另外就有嗰個半個白色雪花。另外最底呢一度咧會寫住 Special Edition。坦白講啊，我寧願去全白。對照翻呢嗰個保護套嘅材質咧，我就摸上手佢係滑身嘅。咁頭先講嘅口號雪花摸落去咧就突上去印上去嘅。我估計呢一個咁滑嘅手感咧係 PU 人造皮嚟嘅。咁對比起咧之前文石一路咧主打用開嘅粗麻布質感，摸落去係鞋身，但係咧就比較抗刮抗磨蝕嘅呢一種質感咧，我估計呢一種咧可能就冇咁襟，但係睇落去咧就靚仔啲，摸落去咧個手感就順滑啲。一打開咧呢一個保護套咧，會見到其實係有啲毛絨做底咧保護住閱讀器嘅。呢一度咧就印咗 Bose 嘅品牌。咁跟住呢一邊咧，照舊同原本 Porphyry 嘅個保護殼一樣咧，係膠嚟嘅。咁咧就包住4隻角，但係呢一邊咧佢就冇包實嘅，係啦，會見到呢個位置。咁咧佢成個皮咧係貼埋落去呢一邊嘅膠邊入邊嘅，係啦。呢度會有個磁石貼。我哋睇睇今次嘅正主儀，我諗都不得不說咧，其實文石今次特別版走白色路線咧係一個好嘅選擇，但係
正如咧我去介紹呢一部咧俾其他嘅網友之前咧係透過一啲相片嘅時候咧，有唔少咧對呢一個正面嘅面板係有一個吐槽。既然係選擇白色做特別版，點解唔一鼓作氣嚟個全白呢？好似咧係 Kobo 嘅閱讀器咁樣，絕對係會顏值高好多。嗱，原本文石第三代嘅閱讀器咧，佢都係分上面面板同下低呢一度咧，會有一個咧係兩節色嘅，都係用咧謝用忠嘅 Lofa Free Color 做個示例。啊，上面面板嘅部分就黑色，下低呢一度咧會係黑灰，會有兩節色嘅。而家呢一部 Pod 3特別版咧，下低嘅面板係白色，上面嘅面板繼續用呢個黑色。第一眼望落去咧，其實係黑色多過白色咧，反而俾人嘅感覺就差少少啦。咁咧，佢黑色嘅面板咧，其實咧係會裝咗落底板上面，所以咧底板嘅部分咧就全白嘅。嗱，例如呢個背蓋咧，我老實講咧就似樣啦，全白。咁你見到四邊都係白色，跟住上面套上嗰一層黑色蓋，咁變咗咧底蓋係白色，面蓋咧就係黑色，咁樣黑白相間咧都俾大家去睇一睇。但係呢一個咧背蓋咧摸上去咧係幾滑手嘅，跟住咧 Bose 呢個名同埋咧下低一啲嘅標籤咧摸上去咧就係凸嘅，咁樣揸上手咧照舊同樣輕便薄嘅手感，咁樣所以咧佢呢個白又未至於全白，都俾你哋咧有個概念。咁特別提一提咧，同 Pod 3黑色嘅版本有個最大唔同就係咧喺呢個位置原本咧係有 Bose 呢個品牌嘅，今次特別版咧就冇咗 Bose 呢個品牌，就呢一個白雪版咧大約就係咁樣啦，俾你哋咧對佢有一個咧實際嘅真身嘅了解。嗱，關於功能嘅部分咧，我就唔喺度長講啦，因為其實佢同 Pod 3黑色嘅版本咧係一樣嘅。咁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咁你不妨咧可以去睇翻咧我當時嘅評測片。好，都俾大家咧了解一下 Pod 3白雪版嘅重量，連埋保護套，咁咧都分別俾大家知道。咁正機咧係145.2克，裝埋保護套之後係220.9克。咁即係話個保護套咧，大約75克左右。整體成個配套嚟講咧，佢係輕便嘅。嗱，比起7.8寸嘅 Loafer Air 咧，咁咧係仲輕少少。正機係啦，因為 Loafer Air 咧係大約230克，Lift 咧正機咧就大約係170克左右。裝埋保護套嘅話咧，就會比 Pod 3白雪版連套咧就會重啲。所以如果你係追求市面上最輕便嘅閱讀器嘅話咧，咁我諗 Pod 3都係一個咧係一時之選。連埋呢個保護套咧都唔會好重。正機用當然更加輕便啦嚇，都俾大家咧有一個概念。好，同場加映啦，近期市面上可以揾到第二部咧係白色嘅閱讀器，呢一部咧就係讀物嘅 More In Pro 第一代白色限量版，其實都出咗一段日子㗎啦。咁黑色嗰部咧我都已經做咗評測。如果你想了解呢一個第一代 More In Pro 嘅功能同埋各項硬件配置嘅話咧，咁可以去睇翻我嗰個評測片。咁呢一個咧純粹俾展示咧嗰個外表俾大家睇到。對比起頭先嘅 Pod 3白雪版咧，我諗佢呢一個白色限量版咧係真係配得上白色呢一個字，因為基本上真係成部機咧，即係除咗 panel 你見到咧係會灰色呢個位置之外咧，其他全部位置都係白色嘅。正面嘅面板四邊，另外嗰個背蓋全部都係白色嘅，咁所以咧佢嘅白色咧就係徹底好多。咁第一眼咧確實讓到我覺得哇係相當靚仔喎。如果你係中意白色又想要輕嘅話咧，咁我諗呢部確實係一個可以嘅選擇。咁基本上咧呢一部 More In Pro 第一代咧，佢就成個背蓋嘅部分咧係作出一個磨砂面嘅處理，咁摸上手咧會有少少嘅摩擦感咧，咁就讓到你咧冇咁滑嘅，係啦，呢個係一個防滑嘅設置。咁正中間你就有 Ritmore 嗰個品牌嘅名喺呢一度，咁你基本上嘅細節咧同黑色版一樣。咁啊，例如呢一度左邊上方嘅位置同右邊上方嘅位置咧，佢係有個位咧俾你可以插筆嘅。會有個磁吸嘅位置，咁咧，不論你係左優定右優，支筆放左同右都有。咁咧，喺右邊下方呢個位咧，會有一個俾你放掛繩嘅位置。日本嘅3C產品好多都有呢一樣設置嘅，可能佢哋有呢個嘅習慣啦。咁上方呢個咧就標明佢係第一代，因為仲用緊呢個 Micro USB 頭。咁嘅 power 就係仲有一個嘅 reset 孔。咁跟住咧呢一個咧就係開到部機之後咧係切換閱讀同埋筆記功能嘅嗰個 Home 鍵隱藏喺呢一度嘅，啪啦撳落去咧會有啪一聲嘅。咁呢一度咧就係我當時咧特地介紹過 NFC 功能，可以攞嚟做開機解鎖之用。所以咧呢一部白色限量版咧，佢呢個白色咧就係真係名副其實嘅，因為真係全白。
好，唔知大家咧睇完呢兩部機嘅開箱之後，感覺會唔會覺得都幾靚仔喎？會唔會都吸引到你呢？咁咧呢一部 Porphyry 白雪版咧，坦白講，咁佢嘅賣點就係佢成個配套好似一個禮盒咁樣咧，送禮自用咧，其實都相宜。咁都可以喺度特別咧同大家講一講咧，其實 Porphyry 呢個型號咧就已經停產㗎啦。咁咧按我所知咧，其實香港文石而家咧就剩翻最後一批貨，黑色嘅版本咧賣完就冇㗎啦。如果你本身咧係十分鐘情6寸，係追求最輕便嘅閱讀器，咁而對之前咧黑色嘅版本咧又唔係太喜歡，咁今次呢個白雪版咧，我諗都可以咧係一個值得你考慮嘅位置，因為價錢係一樣，咁樣一個咧係套裝嘅形式去咧，咁我覺得咧都幾讓人好感嘅。正如我頭先開箱所介紹，咁所以咧就住不論黑色定白色版本都好啦，其實咧 Porphyry 都已經都係限量，剩翻最後嘅部分。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係對開放式6寸嘅閱讀器有需求，以閱讀文字為主，咁我諗今次咧係俾你哋咧有多一個顏色嘅選擇。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啲網友咧都可能咧要係選擇去到咧係7寸嘅 Leaf 啦，價錢相差幾百蚊啦，硬件嘅配置基本上咧都係相近。咁所以如果你係追求最輕薄為主嘅話咧，咁今次呢一個白雪版咧，我諗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位嚟嘅，非常輕便。正如我之前咧 Porphyry 嘅評測所講啊，入到褲袋嘅呢個都係，不過可能就相對冇咁襟污糟。而呢一部咧白色嘅 Morin Pro 咧，我諗吸唔吸引到你去買咧？其中一個考慮點就係你會唔會等待緊佢嘅第二代面世？因為其實咧第二代咧都估計會喺2022年面世，不過喺上半年定係下半年咧，暫時讀物未有消息。而第一代同第二代咧最大嘅分別，除咗一個價錢咧，第二代會貴一截啦，因為而家呢個咧係其實一個優惠價正機嘅版本，咁啊3000蚊有找，咁咧第二代咧應該就會去到4字頭嘅。咁咧最大分別就係咧第一代一定要用專屬嘅電池筆咧先能夠書寫，咁呢一個優惠價版本咧係冇筆嘅，係啦。而第二代咧就會係變咗用咗 Wacom EMR 技術，咁所有咧用呢一個 Wacom EMR 技術嘅筆咧都能夠書寫，就唔需要用專屬嘅嗰支筆咧，咁就方便啲，同埋硬件上有提升。另外基本上咧兩者就分別唔會話好大，同樣嘅模具、同樣嘅重量同樣嘅設計，基本上咧其他外形上嘅咧係一模一樣。咁當然啦，系統上咧佢有一啲嘅功能咧可能有新增啦，呢個亦都有。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單純閱讀，我好中意白色，因為第二代咧好大機會應該都唔會有白色，可能未來會以一個限量版嘅形式出現，唔知道呢個要睇讀物嘅安排。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想要一個平啲嘅價錢係全白色呢部真係全白色。另外我主要都係睇可能係文字漫畫咁10.3寸呢一個咁輕薄嘅設計咧，呢一部或者咧都係一個選擇點嚟嘅。咁如果香港嘅觀眾咧都特別一提啊，如果你對呢兩部機咧都有興趣嘅話，咁記住兩部咧都係限量版嚟嘅。咁所以咧係售完即止，借住呢個情人節前，或者都可以成為你送俾你另一半嘅一個選擇，添一啲書卷味，添一啲文青氣，希望咧可以俾你哋咧有多一個嘅選擇。好，咁就住今日呢段片咧，咁內容咧大約就到呢一度啦。咁如果你覺得咧呢段片對你咧係有幫助嘅話，都希望你可以讚個好啦。呢個咧係對我一個咧最大嘅支持。另外咧，如果你喜歡呢一類咧係E-Ink產品嘅開箱評測教學嘅影片嘅話咧，誠邀你可以咧係訂閱我嘅頻道。咁記住撳埋啷啷，感謝你。好，咁今日呢段片咧就到呢度啦，感謝你嘅觀看，希望下一次都可以見到你，拜拜。